东汉末年，黄权旁落，黄巾起义后，天下大乱，各路诸侯割据一方，群雄并起。在这新旧秩序交替、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，曹操凭借其洞见时势的政治智慧，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，以及兼具雄才与争议的独特人格魅力，成为那个动荡时代里最耀眼的人物之一。他并非出身顶级世家，而是从一个依托宦官背景的官宦子弟起步，在兼并战争中步步崛起，最终扫平北方群雄，统一黄河流域，为后来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根基。曹操的一生始终交织着传奇与争议，他既是结束北方战乱、推动社会秩序重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，也是开创建安风骨、留下诸多传世诗篇的文学家。其生平与举措深刻影响了汉末三国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。公元155年，曹操生于沛国谯县，今安徽亳州，家族背景颇具特殊性。父亲曹嵩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。曹腾并非后世刻板印象中擅权乱政的宦官，他历仕4帝，以谨慎勤勉著称，曾多次举荐忠浩等清廉正直的贤臣，在士大夫群体中积累了不俗口碑。凭借养父的政治资源，曹嵩官至太尉，但这一职位是通过向朝廷买官所得。尽管他任内曾试图整顿吏治，却始终受制于汉末官场腐败的大环境，难有作为。这种宦官养子后代的身份，让曹操自幼便身处矛盾的夹缝中。一方面，家族的权势让他得以接触上层权力核心，熟悉朝堂运作逻辑；另一方面，宦官群体在当时被士大夫阶层视为浊流，他也因此遭到袁绍、杨彪等世家子弟的轻视。这种双重处境让曹操看清了士大夫阶层的虚伪僵化，也深化了他对权力结构的务实认知，而这些都为他日后既打破士族对官场的把控，又对名士群体保持警惕的复杂态度提供了最初的认知基础。年轻时期的曹操已显露过人的机智与应变能力，但性格中也带着任侠放荡的特质，不拘泥于传统礼法，不太注重当时世人看重的品行修养与经学学业，因此在同辈中显得有些异类，世人大多未能察觉他的过人之处。唯有梁国名士乔玄、南阳名士何虞独具慧眼，看穿了他的潜力。乔玄曾直言：天下将乱，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将乱世安定的希望寄托于他。何虞也断言：汉室将亡，安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对他的评价更为直接。而南阳名士许绍的品评则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。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评论家，许绍对曹操的评语是：君清平之奸贼，乱世之英雄。这些来自前辈名士的赞誉，不仅在曹操心中种下了建功立业的种子，也让他逐渐明确了人生定位。既然身处乱世，便不必拘泥于道德虚名，而是要以权谋与实力实现抱负。曹操早年喜好武艺，且颇具天赋，这一积累也成为他后来投身军事生涯的重要铺垫。据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的曹瞒传记载，他曾潜入宦官张让家中，被发觉后手舞长戟，越墙而出，最终全身而退。这一细节虽未必全然属实，却生动展现了他的勇武与机敏。除了武艺，曹操在学识上也颇具积累。他博览群书，尤其痴迷兵法，不仅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，还亲自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，整理成《魏武注孙子》。这种文武兼修的积累，让他既能在战场上亲冒矢石，
也能在战略层面运筹帷幄，为日后成为一代军事统帅奠定了基础。曹操的早期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个人性格，更悄然影响了他对世家大族的态度。据曹瞒传记载，他年轻时好飞鹰走狗，游荡无度，这种看似放浪形骸的行为，实则暗含对汉末僵化明教的反抗。当时儒家礼法被士族阶层用作标榜身份的工具，流于虚伪，而曹操的任侠作风，既是青年人的意气使然，也是对这种虚伪礼法的无声挑战。加之他因宦官家庭出身，长期被袁绍等世家子弟轻视，这种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，士族阶层凭借门第垄断资源，却未必有真才实学，而真正能平定乱世的是不拘一格的人才。这种认知成为他日后推行唯才是举、打压地方豪强的思想源头，也让他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利用与警惕并存的微妙平衡。早期的积累与反思，最终转化为曹操初入仕途时的行事风格，既带着对规则的敬畏，更有着打破陈疴的魄力。公元174年，20岁的曹操凭借家族背景与自身声望被举为孝廉，正式踏入仕途。最初担任京都洛阳的郎官，汉代郎官为后备官员，负责宫廷宿卫与文书传递，是接触中枢的重要起点。不久后，他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，负责都城北部区域的治安。此时的洛阳作为东汉都城，聚居着皇亲贵戚、权臣勋贵，这些人多事权骄纵，漠视法纪。此前历任尉官要么畏惧权势，敷衍塞责，要么试图整顿，却因阻力太大而不了了之，导致北部区域治安混乱。但曹操一到任，便展现出与前辈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他先是当众申明禁令，厘清法纪，随后特意打造了10余根涂着5种颜色的大棒，悬挂在官署大门两侧，并公开宣称有犯禁者，皆棒杀之。这一举措并非随意为之，而是参照东汉道律中禁止夜行，就律中维护都城市井秩序的规定，针对洛阳权贵频繁违禁却无人敢管的顽疾，特意将原本罚金2两的惩戒升级为棒杀，以此彰显执法的决心。任内他不仅严惩了违禁的宦官亲属，还查处过数起皇亲国戚家奴白昼劫夺民财的案件，甚至将宗室留洋的仆从当众杖责。这种不避亲贵、一视同仁的作风，让他在洛阳下层官吏与普通百姓中迅速积累起不畏强权的声望。而真正让曹操声名远播的，是他处死宦官蹇硕叔父蹇图的事件。当时蹇硕正受汉灵帝宠幸，权势熏天，其叔父蹇图仗着侄子的势力，公然违反宵禁制度，深夜出行。曹操得知后，毫不顾忌蹇硕的颜面，当即下令将蹇图逮捕，一律用5色棒处死。这一消息传出后，整个洛阳城为之震动。此前嚣张跋扈的权贵及其亲属纷纷收敛行为，但曹操也因此彻底得罪了以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。虽因执法公正的名声未遭明面上的报复，却被以政绩优异为名明升暗降，调往远离洛阳的顿丘担任县令。多年后，曹操在给儿子曹植的书信《诫子之》中特意提及此事。吾昔为顿丘令，年23，思此时所行，无悔于今。今汝年亦23矣，可不免于？字里行间满是对这段经历的自豪，也不难看出，这段刚正不阿的仕途初体验，早已成为他日后处事的精神底色。仕途的波折并未磨灭曹操的初心，却让他更清醒地看清了汉末官场的黑暗。公元178年，
曹操因堂妹夫卷入宫廷斗争，被宦官诛杀，受到牵连，而被免去顿丘县令之职，不得不回到家乡谯县闲居。但他并未就此消沉，反而将这段时间视为充电期。他一边闭门读书，深入研究经世与兵法，一边观察时局变化，等待重返仕途的时机。2年后，朝廷因人才短缺，再次征召曹操，任命他为议郎。汉代议郎为郎官中高阶职位，负责侍从皇帝，参与朝政议论。此时的东汉朝廷，宦官专权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此前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曾试图联合士大夫诛杀宦官，却因计划泄露，反被宦官集团剿灭。朝堂之上奸邪满朝，忠良缄口。曹操上任后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多次上书汉灵帝，为窦武、陈蕃等人鸣冤，痛陈宦官专权的危害，恳请皇帝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整顿朝政。他的奏书言辞恳切，切中要害，却始终未被汉灵帝采纳。此后，曹操有多次进谏，偶尔能推动些许微小改革，但面对早已积重难返的东汉政局，他深知个人力量难以扭转颓势，心中逐渐萌生了另寻出路的想法。这种想法在黄巾起义爆发后，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。公元184年，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席卷全国，数十万起义军攻克州郡，诛杀官吏，给本就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以沉重打击。为镇压起义，朝廷紧急任命官员统兵作战。曹操因熟悉兵法，被拜为骑都尉，受命与左中郎将黄甫松、右中郎将朱俊合兵一处，进攻颍川的黄巾军。这是曹操首次独立领兵参与大规模战事，他充分发挥了早年积累的军事才能，一方面协助黄甫松制定突袭敌后、焚毁粮草的战术，另一方面亲自率领骑兵冲锋陷阵，与起义军展开激战。最终，颍川黄巾军因粮草被烧，军心大乱而溃败。曹操率军追击，斩获敌军数万首级，为平定颍川之乱立下大功。凭借这份战功，他被朝廷升任为济南相，负责统辖济南国政务与军事，终于获得了独掌一方的权利。在济南相任上，曹操再次将雷厉风行的作风发挥到极致。当时的济南国下辖10余个县，由于地处富庶之地，各县长吏大多通过贿赂权贵获得职位，上任后便大肆搜刮民财，贪赃枉法，甚至与地方豪强勾结，欺压百姓。此前历任济南相，要么与这些官吏同流合污，要么因畏惧权贵而放任不管，导致吏治腐败，民怨沸腾。曹操到任后，第一时间便着手整顿吏治，他派人暗中调查各县长吏的贪腐情况，掌握确凿证据后，一口气向朝廷奏请罢免了8个贪官污吏。这一举措震惊了济南国上下，剩余的官吏下的收敛行为，嚣张的地方豪强也暂时折服。除了整顿吏治，曹操还着力破除当地盛行的祭祀陋习。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，更瓦解了地方豪强的势力根基，让济南国的统治秩序得以巩固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济南国很快呈现出政教大兴、一郡清平的景象。但这份政绩也再次触动了权贵与豪强的利益。当时东汉官场买官卖官之风盛行，有人暗中示意曹操若想升迁，需向朝廷缴纳重金，并承诺将他调任更富庶的东郡担任太守。曹操深知，若接受这份任命，便意味着要向腐败的官场规则妥协，此前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。
他不愿违背初心，又担心留在济南会遭权贵报复，最终以身患疾病为由，辞去济南相之职，再次回到谯县隐居。这段隐居生活，他依旧以读书、打猎为日常，实则在暗中观察天下局势，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机遇。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，彻底打破了原本的政治格局，也将他推向了乱世的风口浪尖。公元189年，汉灵帝病逝，年仅14岁的太子刘辩即位，何太后以太后之尊临朝听政，其兄大将军何进则掌控朝政大权。何进素来痛恨专权的十常侍，即东汉后期操纵政权的12个宦官，想趁灵帝驾崩，宦官群龙无首之机将其彻底铲除。但这一计划遭到何太后反对。太后认为宦官是宫廷不可或缺的力量，且部分宦官曾对何家有恩。为了逼迫太后妥协，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，秘密召时任兵州牧的董卓率军进京，想借地方军阀的兵力震慑宦官集团。然而这一计划不慎泄露，时常是抢先下手，以太后名义召何进入宫，将其斩杀于嘉德殿。同年9月，董卓率领3000凉州铁骑抵达洛阳，迅速掌控了京城防务与朝政大权。这位出身于边地的军阀，对汉室毫无敬畏之心，上任后便倒行逆施，先是以刘辩怯懦，不嗣人君为由，废黜其少帝之位，改历年仅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。后又派人毒杀被废的刘辩与何太后，彻底断绝了旧势力复辟的可能。他自己则自封太师，享有入朝不趋、见履上殿的特权，朝政大小事务皆由其一人决断。其残暴行径很快激起了天下市民的公愤。面对董卓的倒行逆施，朝堂官员或隐忍妥协，或暗中密谋，而曹操选择了拒绝同流合污。当时董卓想拉拢曹操为己所用，任命他为骁骑校尉，许诺给予高官厚禄，但曹操深知董卓残暴多疑，追随他不仅会背负骂名，最终也难有好下场。于是他以回家乡探亲为由，悄悄改易姓名，更换服饰，单人匹马逃出洛阳，一路向东奔往陈留，今河南开封东南。曹操家族在此有一定根基。抵达陈留后，曹操当即散尽家财，联合当地豪强魏资等人招募义兵，同时以讨伐董卓、匡复汉室为名，向天下诸侯发出倡议，首倡讨董义兵。他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。公元190年正月，袁绍、袁术、韩馥、孙坚等10余名州郡长官组成关东讨董联军，众人共同推举家世显赫、声望最高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。曹操则因首倡之功，被任命为代理奋武将军，参与联军议事。然而，这支看似声势浩大的联军，从一开始就暗藏裂痕。各路诸侯虽打着讨董的旗号，实则各怀私心，有人想保存实力，坐观成败；有人想趁机扩张地盘，招揽人才。真正愿意为匡复汉室与董卓精锐的凉州军死战的寥寥无几。联军驻扎酸枣后，每日摆酒设宴，拖延不战，始终不敢向洛阳方向推进。董卓得知联军动向，虽有忌惮，却也看穿了他们的虚张声势，于是决定迁都长安，以避其锋芒。他下令焚毁洛阳皇宫、官府与民宅，强迫数百万百姓随献帝西迁，又派人挖掘东汉历代皇帝与王公大臣的陵墓，掠夺其中的金银财宝。一时间，曾经繁华的洛阳城化为一片焦土，方圆200里内无复皆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
惨不忍睹。曹操目睹此景，又怒又急，他多次在联军中慷慨陈词，指出董卓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已失天下人心，此时进兵必能大破之，但诸侯们依旧不为所动。最终曹操不愿坐视良机错失，决定独自领兵西进。他率领自己招募的5000义兵，从酸枣出发，向洛阳方向进军。当军队行至荥阳汴水（今河南荥阳西南），与董卓麾下大将徐荣率领的3万凉州军遭遇。凉州军常年征战边地，战斗力极强，而曹军不仅兵力悬殊，且多为新兵，双方刚一交战，曹军便陷入被动。激战半日，曹军死伤过半，曹操本人也被刘氏射中右臂，战马也被击毙，陷入绝境。幸亏堂弟曹洪及时赶到，大喊：天下可以无洪，不可无公，将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，又率领残部拼死断后，曹操才得以趁着夜色从汴水南岸突围，狼狈逃往酸枣。回到酸枣后，曹操看到的却是更令人失望的景象，联军诸将依旧每日饮酒作乐，甚至因粮草分配、地盘划分等问题相互争执，个别队伍还发生了小规模火拼。他痛心疾首，再次向诸将提出建议，由袁绍率领河内之兵进逼孟津，酸枣的联军则分兵驻守成皋、太谷等险要之地，同时派一支军队西入武关（今陕西丹凤东南），形成对长安的包围之势。如此多管齐下，必能震慑董卓，逼其束手就擒。但这一合理建议依旧被诸将以兵力不足、粮草匮乏为由拒绝。曹操深知这支各怀私心的联军已无成事可能，遂带着残部离开酸枣，前往扬州等地继续招募兵马。不久后，关东联军因粮草耗尽，矛盾激化，果然自行解散，轰轰烈烈的讨董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。这场失败让曹操彻底明白，乱世之中，唯有掌握自己的兵力与地盘，才能真正实现匡扶汉室的理想，依赖他人终究是镜花水月。讨董失败后，曹操开始将目光转向实际的地盘争夺，而东郡的一场胜利成为他崛起的重要转折点。公元191年，黑山军是东汉末年的一支农民起义军，因活动于黑山一带得名，其首领余毒、白绕联合南匈奴单于等人，率军进攻东郡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。东郡太守王公无力抵抗，城池接连失陷。此时袁绍刚占据冀州，担心黑山军威胁自己的侧翼，便派曹操率军前往东郡支援。曹操率军抵达后，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先是假装进攻余毒的大本营，引诱白绕回援，随后在半途设伏，一举大破白绕所部，接着又乘胜追击，成功收复东郡。袁绍为感谢曹操的支援，也为了拉拢他作为自己的附庸，上表朝廷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。这是曹操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郡级地盘，也为他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1年后，更大的机遇降临。这年夏天，青州（今山东东北部）的黄巾军主力突破兖州（今山东西南部）防线，连破任城、东平数城。兖州刺史刘岱不听鲍信等人的劝阻，执意率军与黄巾军正面交战，结果兵败被杀，兖州陷入无主的混乱状态。此时，济北国相鲍信意识到，唯有曹操有能力平定黄巾军，稳定兖州局势，于是联合兖州别驾、治中等官员前往东郡迎接曹操，推举他为兖州牧。曹操欣然应允，随即率领军队进入兖州，
与黄巾军展开决战。战斗初期，黄巾军兵力强盛，且作战勇猛，曹军一度陷入被动，鲍信也在冲锋中战死。但曹操并未退缩，他仔细分析黄巾军的弱点，缺乏粮草，后勤薄弱，且多为流民组成，军心不稳，于是制定了坚壁清野、以守为攻的战术。一方面下令加固营垒，避免与黄巾军正面硬拼；另一方面派轻骑兵袭扰黄巾军的粮道，切断其补给。经过数月的昼夜会战，黄巾军终于因粮草耗尽，军心涣散而溃败。当年冬天，曹操接受了黄巾军余部的投降，从中挑选出3万余名精锐士兵，组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。因其出身青州，故号称青州兵。这支军队此后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核心力量，伴随他走过统一北方的全过程。掌控兖州，收编青州兵后，曹操的实力大幅提升。他一边帮助袁绍击败刘备等割据势力，巩固自己的周边环境，一边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属于自己的核心统治班底。在军事上，他重用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等宗族子弟。夏侯惇勇猛善战，被任命为折冲校尉，统领曹军主力。夏侯渊擅长千里奔袭，负责镇守兖州西部。曹仁、曹洪则分别担任历封校尉、扬武中郎将，掌管精锐骑兵。这种亲族领兵的架构，既保证了军队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，又能凭借宗族情谊凝聚军心。在政务与谋略上，他积极吸纳兖州本地的名士。东阿人程昱足智多谋，被任命为寿章令，负责为曹操出谋划策，处理地方政务。陈留人毛玠颇有远见，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以处军资的战略构想，被曹操任命为治中从事，主管兖州的民政与后勤。这种亲族长军加名士理政的组合，既兼顾了统治的稳定性与执行力，又借助名士的声望赢得了兖州市民的支持，为曹操后续向外扩张、争霸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。掌控兖州，组建核心班底后，曹操的势力初步成型，而与袁术、陶谦的冲突成为他扩张道路上的首次重大挑战，也让他经历了权力与人性的复杂考验。公元193年春天，袁术联合黑山军、南匈奴，从南阳向兖州发起进攻，企图夺取曹操的根据地。曹操亲率大军迎击，与袁术军展开决战。他先是以少量兵力牵制袁术主力，随后亲率精锐绕至敌军后方，发动突袭，一举击溃袁主军。紧接着又展开600里大追击，从匡亭一直追至宁陵（今河南宁陵），彻底打垮袁术的有生力量，迫使袁术逃往扬州。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兖州的南部防线，也让曹操的军事威望大幅提升。然而，麻烦很快从东部而来。徐州牧陶谦趁曹操主力袭击袁术之机，率军攻入兖州南部的任城（今山东济宁），劫掠百姓与粮草后撤军。曹操得知后，当即率军东征陶谦，凭借青州兵的强悍战斗力，接连攻克徐州10余座城池，兵锋直逼陶谦的治所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。就在战局对曹操有利之时，一则噩耗从后方传来。他的父亲曹嵩原本从琅琊郡（今山东临沂）前往兖州投奔他，却在途中被护送者张凯杀害。关于张凯的身份，史料记载存在分歧，《三国志》仅称其为陶谦别将，暗示此事与陶谦有关。后《汉书·陶谦传》则记载，张凯本是黄巾余党，归降陶谦后
被任命为都尉。此次护送曹嵩是受陶谦指派，却因贪图曹嵩携带的财物，中途将其杀害后逃往淮南。无论张凯是否受陶谦直接指使，痛失父亲的曹操都将满腔怒火归咎于陶谦。他暂停对徐州的进攻，返回兖州安葬父亲后，于同年秋天再次率军东征。此次出征带着强烈的复仇情绪，行为也变得异常残暴。据《后汉书·陶谦传》记载，曹军所过之处，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无余，泗水为之不流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虽未提及具体人数，却也记载所过多所残戮。现代史学研究认为，数十万的记载可能包含流民与士兵，且屠戮范围主要集中在彭城、郯城等陶谦主力抵抗的地区，并非整个徐州。但这场屠杀仍给曹操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不仅让他落下残暴嗜杀的骂名，更让原本依附他的兖州士族感到不安。其中，曾力劝曹操担任兖州牧的陈宫，曹操的早年好友，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等人，正是因不满曹操的屠城行为，暗中联络吕布，于当年冬天发动叛乱，几乎让曹操失去整个兖州根据地。这场危机成为曹操一生的重要教训。此后，他虽仍以铁腕治军，却明显收敛了大规模屠戮的行为，更注重通过收复人心巩固统治。经历兖州叛乱的危机后，曹操对乱世生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，仅靠兵力与地盘不足以长久，还需掌握政治上的正统性。而此时的汉献帝恰好成为各方势力都未充分重视的政治筹码。董卓死后，汉献帝先被李傕、郭汜等凉州军阀控制，后在杨奉、董承等大臣的护送下，于公元196年辗转回到洛阳。此时的洛阳早已因战乱化为废墟，汉献帝与百官无宫室居住，只能栖身于破屋之中，甚至面临断粮的困境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。袁绍、袁术等诸侯要么认为汉献帝是累赘，要么想自立为帝，均未考虑迎奉天子。而曹操在荀彧、毛玠等谋士的劝说下，敏锐地意识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价值。迎奉汉献帝，既能以汉室正统的名义号令诸侯，又能吸引天下心系汉室的人才，于是果断率军前往洛阳，将汉献帝及百官迁往自己的根据地许昌，今河南许昌。抵达许昌后，曹操并未将汉献帝视为傀儡随意摆布，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制度设计，将挟天子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权力。其一，他亲自担任录尚书事，总揽朝廷行政大权。东汉传统的三公虽仍保留职位，却被剥夺了参与决策的权利，逐渐沦为虚职。其二，任命荀彧为侍中，守尚书令，负责处理日常政务。荀彧不仅是曹操的核心谋士，更是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人物。由他主持尚书台，既能高效处理政务，又能借助其声望拉拢士大夫阶层，减少挟天子的阻力。其三，制定先奏后报的制度，规定天下诸侯、朝廷百官的奏章必须先呈送曹操审阅，经他同意后再转奏汉献帝，彻底掌控信息传递与决策流程。这些操作让奉天子从单纯的政治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权力掌控，既避免了汉献帝被其他势力夺走，又为曹操的后续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。迎奉汉献帝的红利很快就显现出来。一方面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来的政治正统性成了曹操吸引人才的金字招牌。除了早早就追随他的荀彧、程昱，后来郭嘉、荀攸、满宠等一众顶尖谋士与得力将领，
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投奔麾下，逐渐形成谋臣如云、猛将如雨的鼎盛人才格局。这些人不仅能在帐中为曹操运筹帷幄、出谋划策，更能在战场上领兵冲锋、浴血奋战，最终成了他扫平群雄、成就霸业最核心的力量支撑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军队规模扩大与统治区域增加，军粮短缺成为曹操面临的新难题。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导致大量土地荒芜，流民遍野，军队无粮可食的情况屡见不鲜。曹操此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，就曾因缺粮不得不罢兵还许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曹操在许昌推行屯田制。这一制度并非简单的垦荒种地，而是一套兼顾军事与民生的系统性方案。在组织形式上，分为民屯与军屯两类。民屯以屯为单位，每屯50人，由朝廷任命的屯田都尉直接管理。屯田客从官府获得土地、耕牛与农具，收获后按比例缴纳租税，且免除徭役，可安心耕作。军屯以营为单位，每营60人，士兵在无战事时耕作，战时则拿起武器作战，收获全部归军队所有，主要分布在淮南、关中等边境军事要地，既解决军粮问题，又能防备敌军。在管理上，曹操任命任俊为典农中郎将，专门负责全国屯田事务，并严禁军队在农忙时征调民力，同时兴修水利，极大提升了粮食产量。屯田制推行后，效果立竿见影，仅许昌周边的屯田区当年就收获粮食100万斛，彻底解决了曹军的粮荒问题。随着制度推广，北方各地的荒地逐渐被开垦，流民重新附着于土地，从流离之民变为耕作之民，既稳定了社会秩序，又为曹操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与兵源。可以说，屯田制不仅是曹操解决军粮危机的经济方案，更是他巩固北方统治、抗衡吴蜀的物质根基。正是凭借屯田制积累的财富与人口，曹操才能在后续的官渡之战中支撑长期对峙，最终击败袁绍，统一北方。内部有挟天子的政治优势与屯田制的经济支撑，外部有谋臣猛将组成的核心团队，曹操统一北方的条件已逐渐成熟，而他最强劲的对手正是占据河北4州的袁绍。当时袁绍凭借43公的家族声望，已先后吞并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滨州，麾下兵力达10余万，粮秣充足，是北方实力最雄厚的诸侯。曹操虽控制兖州、豫州、徐州，却地处中原4战之地，兵力仅约3万，且需防备南方的刘表、孙策，实力与袁绍存在明显差距。正因如此，袁绍自恃地广兵强，根本不将曹操放在眼里，多次拒绝谋士沮授稳扎稳打、徐图进取的建议，一心想以绝对兵力优势一举消灭曹操，夺取中原，实现统一北方的野心。一场决定北方命运的决战已箭在弦上。公元200年正月，袁绍亲率10万大军南下，以讨伐曹操，奉迎天子为名，进攻曹操的核心区域。曹操则迅速调集2万左右兵力，在官渡布防，双方在此展开对峙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。战争初期，袁绍凭借兵力优势，派颜良率军围攻白马（今河南滑县东），又派文丑追击曹军，企图打开南下通道。曹操则采纳荀攸声东击西之计，先佯装进攻延津，引诱袁绍分兵，再亲率精锐突袭白马，斩杀颜良，随后又在延津南设伏，击杀文丑，暂时挫败了袁绍的攻势。但随着战局推进，袁绍大军逐渐逼近官渡，
依托营垒挖掘地道，架设高炉，对曹军发起猛攻。曹操深知兵力不足，无法与袁绍正面硬拼，便采取坚守营垒、伺机袭扰的策略，一面加固防御工事，抵御援军进攻，一面派小股部队袭击援军粮道，试图拖延战局。这种相持局面持续了数月，曹操的处境愈发艰难。最核心的问题便是后勤短缺。袁绍占据的冀州是当时北方最富庶的地区，粮道从冀州经陆路直达前线，运输稳定。而曹操的粮道需从许都经汴水、官渡水转运，不仅路途远，还多次遭到袁绍部将韩猛的袭击，粮食损耗严重。为缓解粮荒，曹操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，一方面任命夏侯渊为都运校尉，专门负责军粮运输，让夏侯渊率精锐骑兵沿途护卫，严厉打击粮道劫掠；另一方面推行减员增效，将后方非战斗人员全部遣返务农，甚至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参与粮草押运，尽可能节省粮食消耗。即便如此，曹军的粮食仍日渐告罄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曹操曾因粮尽兵疲写信给荀彧，表达欲还许都、暂避援军锋芒的想法。荀彧在回信中力劝曹操，此时退则满盘皆输。袁绍军虽众，却内部不和，只需再坚持1月，必能寻得破敌之机，并承诺从许都调运最后一批粮草支援前线，这才让曹操坚定了继续对峙的决心。从这段细节不难看出，后勤保障的优劣早已成为决定官渡之战胜负的关键。转机在同年10月悄然到来。袁绍的谋士许攸因多次向袁绍献策未被采纳，又因家人在冀州被审判逮捕，心生怨恨，连夜逃离原营，投奔曹操。曹操得知许攸来投，大喜过望，甚至来不及穿鞋就出门迎接。许攸深知袁绍军情，当即向曹操献计。袁绍的粮草辎重大多囤积在乌巢，今河南封丘西，距离袁军大营仅40里，且守将淳于琼嗜酒轻敌，防备松懈。若能亲率精锐奇袭乌巢，烧毁粮草，袁军必不战自溃。曹操当机立断，不顾部分将领的疑虑，亲自挑选5000精锐骑兵，让士兵换上袁军服饰，打着袁军旗号，携带易燃物资，趁着夜色从小路直奔乌巢。抵达乌巢后，曹军迅速包围粮营，点燃火把发起猛攻。淳于琼果然毫无防备，仓促应战，袁军大乱。袁绍得知乌巢被袭后，竟错误地认为曹操袭乌巢必是声东击西，其大营空虚，只派少量兵力救援乌巢，主力则猛攻曹军官渡大营。结果曹军大营防守坚固，袁军久攻不下，而乌巢的粮营已被曹军彻底烧毁，数万斛粮食化为灰烬。乌巢失守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，军心瞬间崩溃。更致命的是，袁绍派去救援乌巢的将领张合、高览见大势已去，又听闻袁绍要治他们救援不力之罪，索性率军投降曹操。曹操趁机发起总攻，袁军士兵四散奔逃，10万大军瞬间土崩瓦解。袁绍见败局已定，只得带着800余名骑兵从白马津渡过黄河，狼狈逃回冀州。此役曹操共斩杀袁军7万余人，缴获袁绍的铠甲、兵器、粮草无数，彻底摧毁了袁绍的有生力量。官渡之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，更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转折点。他打破了袁绍对北方的垄断，让曹操从夹缝求生的诸侯一跃成为北方最具实力的统治者。而战后曹操处理通敌信件的举动，
更显其政治智慧。曹军在清理袁绍大营时，缴获了大量文书档案，其中包括许多曹操部下与袁绍暗中往来的信件，内容多是讨好袁绍，为自己留后路。将领们纷纷建议曹操按信抓人，严惩不贷，但曹操却当着众人的面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毁，并说道：当袁绍强大时，我尚且不能自保，何况众人呢？这一举动看似纵容通敌，实则是最明智的政治选择。他不仅安抚了人心，让那些曾动摇的部下彻底放下顾虑，死心塌地追随曹操，更以宽容的姿态赢得了更多市民的信任，为后续统治河北奠定了基础。在乱世中，他深知绝对的道德纯洁远不如现实的政治效忠重要。这种实用主义的处事风格，正是他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的关键。官渡战败后，袁绍的实力一落千丈，加之他心胸狭隘，不善用人，河北诸郡纷纷离心离德。公元202年，袁绍在忧愤交加中病逝，他的2个儿子，长子袁谭和幼子袁尚，却因争夺继承权爆发内讧。袁谭据守青州，袁尚掌控冀州，兄弟二人不仅不联合抗曹，反而相互攻伐，给了曹操可乘之机。曹操抓住这一机会，先率军击败袁谭，迫使袁谭退守南皮（今河北南皮），后趁袁尚率军进攻袁谭之机，率军攻克袁绍的老巢邺城（今河北临漳），占领冀州。袁尚逃往幽州，投奔袁熙。建安10年，曹操进军南皮，斩杀袁谭，彻底平定青州。袁尚、袁熙见河北已无立足之地，只得带着残余部众逃往辽西，依附乌桓部落。至此，袁绍集团的核心势力被彻底消灭，曹操基本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，统一北方的大业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肃清袁绍集团核心势力后，曹操并未完全消除北方隐患，逃至辽西的袁尚、袁熙很快与当地的乌桓部落勾结，成为威胁北方边境的新隐患。乌桓是当时活跃于辽西、辽东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，以骑兵强悍著称。东汉末年因中原战乱逐渐壮大，时常南下劫掠幽州、冀州边境，甚至曾协助袁绍击败公孙瓒、袁尚、袁熙投奔乌桓后，凭借袁绍昔日对乌桓的恩惠，成功说服乌桓单于蹋顿出兵，企图借助乌桓骑兵卷土重来，夺回河北失地。若不彻底解决这一威胁，曹操统一北方的成果将随时面临动摇。因此，公元207年，曹操力排众议，决定亲率大军远征乌桓，既要肃清袁氏残余，也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边境隐患。此次远征的艰难程度远超预期，核心难题在于行军路线。曹操并未选择常规的平坦道路，而是采纳谋士田畴的建议，走早已废弃的卢龙道，经河北喜峰口至辽宁朝阳一带。这条路线因常年无人通行，早已被山林堵塞，曹军士兵需昼夜不停地凿山填谷，开辟道路，途中甚至因粮草短缺杀马为食，行军异常艰苦。出征前，曹军多数将领曾明确反对。有人认为袁尚已成丧家之犬，乌桓虽强，却不懂谋略，不足为惧。更有人担忧，若大军深入北地，南方的刘备必劝刘表偷袭许都，一旦许都有失，天子安危难料。关键时刻，郭嘉力排众议，向曹操分析局势。乌桓仗着地处偏远，必然不会设防，我军出其不意突袭，必能将其击破。况且袁绍对乌桓有恩，若袁尚与乌桓长期勾结，迟早会成为后患。至于刘表，他本就多疑，
又一直忌惮刘备的能力，绝不会轻易派刘备西许，即便派了，刘备也未必会真心为刘表效力。这一番精准的判断彻底打消了曹操的顾虑，也坚定了他远征的决心。历经数月艰苦行军，曹军终于穿过卢龙道，出其不意地抵达辽西，直逼乌桓的核心区域。乌桓单于蹋顿得知曹军突然出现，仓促率领数万骑兵在白狼山（今辽宁喀左境内）与曹军展开决战。当时曹军主力尚未完全集结，前锋部队兵力不足，将领们大多建议等待主力到来后再开战。但曹操见乌桓骑兵阵型松散，当即决定抓住战机，亲率精锐骑兵冲锋，还让张辽担任先锋，率军猛冲乌桓军阵。曹军将士因长途行军积压的疲惫，瞬间转化为破釜沉舟的斗志，而乌桓骑兵则因曹军的突袭陷入混乱，阵型很快被冲散。激战中，乌桓单于蹋顿被斩杀，乌桓军队失去指挥，瞬间溃败。曹军趁机追击，斩获无数。袁尚、袁熙见大势已去，只得带着少数亲信逃往辽东，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。战后，曹军将领纷纷建议曹操乘胜进军辽东，彻底消灭袁尚、袁熙与公孙康，但曹操却摆手拒绝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要让公孙康砍下袁尚、袁熙的首级送来，不必劳烦出兵。”众人起初不解，直到数日后，公孙康派人将袁尚、袁熙的首级送到曹营，才明白曹操的深意。公孙康一直担心曹操会吞并辽东，又忌惮袁尚、袁熙带来的残余势力会威胁自己的统治，始终在归附曹操与联合袁氏之间摇摆。曹操故意不进军辽东，正是为了让公孙康意识到，只有斩杀袁尚、袁熙，才能向曹操示好，保住自己的地盘。这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，既避免了曹军再次远征的损耗，也彻底肃清了袁氏残余势力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事实上，曹操对北方的治理并非只靠军事征服，更依赖战后的制度建设。早在公元204年攻克邺城，占领冀州后，他就针对冀州豪强擅自、亲戚兼并、下民贫弱的混乱状况，推行了3项关键政策以稳定统治。其一，颁布收田租令，废除此前豪强地主随意加征的苛捐杂税，既减轻了百姓负担，也规范了税收制度。其二，迁徙冀州豪强至河南，将沈沛、崔琰等当地大族的子弟迁往许都附近居住，表面上是优待安置，实则削弱了豪强在本地的势力根基，避免其割据作乱。其三，启用冀州名士，任命崔琰为别驾从事，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，让他们参与人才选拔与地方治理。崔琰为人正直，负责选拔官员时清正廉明，不徇私情。陈琳曾是袁绍部下，写过辱骂曹操的檄文，曹操却不计前嫌重用他，既展现了宽容气度，也借助名士声望安抚了冀州市民。这些政策相互配合，不仅快速稳定了冀州秩序，更让曹操在河北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基础。至此，曹操先后消灭吕布、袁术、袁绍等割据势力，肃清袁氏残余与乌桓威胁，控制了冀州、青州等北方主要州郡，基本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。从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脱颖而出，曹操靠的绝非偶然。政治上，他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正统话语权，又通过抑制豪强，启用名士稳定统治。军事上，他善用谋略，灵活应变，从官渡之战的以少胜多，到远征乌桓的出其不意，多次在绝境中扭转战局。经济上，
他推行屯田制，兴修水利，让北方因战乱荒芜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，为军事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粮秣保障。这些举措不仅让他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，更让长期战乱的北方社会逐渐恢复稳定，为后续曹魏政权的建立乃至西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统一北方，消除边境隐患后，曹操的战略目光自然转向南方。此时天下仅剩荆州刘表、江东孙权，依附刘表的刘备等势力，若能一举平定南方，便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夙愿。这份雄心在官职上也得到体现。公元208年，曹操被汉献帝任命为丞相，获得总领朝政、节制诸侯的权利，为南征奠定了政治基础。同年7月，曹操亲率20余万大军南下，首要目标便是占据荆州。荆州地处长江中游，连接中原、江东与巴蜀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且刘表年老体弱，子嗣无能，内部派系分裂，正是夺取的最佳时机。然而战局的发展比曹操预想的更快。8月，刘表突然病逝，其次子刘琮在蔡瑁、张允等荆州士族的支持下继位。面对曹操大军压境，刘琮本想抵抗，却被大臣傅训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顺之则安，逆之则亡为由劝说，最终选择不战而降。此时依附刘表、驻守樊城的刘备，直到曹军抵达宛城，才得知刘琮投降的消息，仓促率军南撤，却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的精锐骑兵追上，刘备军大败，妻儿失散，仅率诸葛亮、张飞等数十人逃往夏口，今湖北武汉。随后派诸葛亮前往江东，说服孙权联合抗曹。轻取荆州后，曹操收编了刘表麾下的7万余水军与数千艘战船，实力大增，也因此滋生了骄傲轻敌之心。他认为刘备已成惊弓之鸟，江东孙权年轻怯懦，只需顺江东下施压，便可迫使孙权投降，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但他忽略了2个致命问题：一是曹军主力多为北方人，不熟悉水战，即便收编了荆州水军，也因北军与降军互不信任，难以形成合力；二是荆州地处长江中游，气候湿热，曹军士兵刚到南方便遭遇大规模疫病，战斗力大幅下滑。与此同时，江东孙权在诸葛亮、周瑜、鲁肃的劝说下，已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。他任命周瑜为左都督，程普为右都督，统帅3万精锐吴军，与刘备的1万余残军组成孙刘联军，在赤壁与曹军隔江对峙。周瑜深知曹军不惜水战、战船相连的弱点，采纳部将黄盖的火攻之计，黄盖先写投降书给曹操，谎称江东寡不敌众，愿率部投降。曹操因骄傲轻敌，未加细查，便信以为真。约定投降之日，黄盖率领数十艘装满干柴、油脂的火船，顺着东南风向曹军水寨驶去。待靠近时点燃火船，火借风势迅速蔓延，曹军相连的战船瞬间变成火海，又因铁索无法拆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战船被烧毁。火起之后，曹军大乱，士兵或被烧死，或因不惜水性溺水身亡。孙刘联军趁机发起猛攻，曹操见败局已定，只得率领残军从华容道撤退，途中又遭遇大雨，道路泥泞，士兵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这场赤壁之战，曹操损失了10余万兵力，尤其是收编的荆州水军全军覆没，统一天下的计划彻底受挫。复盘赤壁之败，除了疫病、不惜水战等客观因素，
曹操的速胜心态与骄傲轻敌是更关键的主观原因。轻取荆州后，他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决心，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对本是刘表麾下最懂水战的将领，荆州降将蔡瑁、张允二人缺乏信任，未给予其实际指挥权，导致曹军水军指挥混乱，对黄盖的诈降缺乏警惕，未加严密核查便放任火船靠近水寨，最终落入陷阱。可以说，赤壁之败是天时地利人和与曹操轻敌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，赤壁之战彻底改变了汉末三国的政治格局。曹操退回北方后，短期内无力南征，孙权保住了江东基业，势力进一步巩固。刘备则趁机夺取荆州南部4郡，获得了立足之地，三国鼎立的雏形就此形成。战后，曹操也迅速调整战略。他深知短期内无法突破长江防线，遂将军事重心转向西北与东北。公元211年，亲率大军平定关中马超、韩遂的叛乱，控制了凉州。公元215年，率军夺取汉中，击败张鲁。公元217年，派田豫击败鲜卑科比能部，稳定了北方边境，逐步形成西控关中、北至鲜卑、南拒吴蜀的战略布局。同时，他还对军队结构进行调整，减少骑兵比例，增加步兵与水军训练，尤其在淮河、黄河流域修建船坞，训练水军，为日后与东吴的长期对峙做准备。这些战略调整让曹魏在后续的三国对峙中逐渐积累起实力优势。除了军事调整，曹操更注重统治的巩固。在政治上，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，逐步扩大权力，同时打击反对自己的世家势力，又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如提拔寒门出身的郭嘉、系智才，让曹魏政权始终保持人才活力。在经济上，继续推广屯田制，在关中、河北等地兴修水利，如修建淮阳渠、百尺渠，鼓励农民垦荒，同时恢复手工业与商业，让北方因战乱凋敝的经济逐渐复苏。在军事上，加强军队训练，改良武器装备，如推广马铠，提升骑兵防护力，并建立世家制，即士兵家属集中居住，作为人质，确保军队忠诚度，进一步提升军队战斗力。这些举措不仅让北方社会逐渐稳定，更为后来曹魏代汉、司马氏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赤壁之战后，曹操对西南方向同样有所布局，他将部分战略重心转向西北与西南，一方面为消除边境隐患，拓展统治疆域，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掌控关中、汉中，形成对蜀地的压制。公元211年，曹操以讨伐张鲁为名，率军西进关中。此举实则是为了震慑割据关中的马超、韩遂等诸侯。当时关中诸将担心曹操借机吞并自己，必然会起兵反抗。果不其然，马超、韩遂迅速联合侯选、程银等10路诸侯，集结10万大军据守潼关，凭借天险阻挡曹军西进。曹操深知关中联军虽人数众多，却因各怀私心，缺乏统一指挥，存在致命弱点，遂制定声东击西的战术。他先派曹仁、夏侯渊在潼关正面扎营，每日佯攻以牵制联军主力，营造出必从潼关突破的假象，暗中却亲率徐晃、朱灵等精锐从蒲坂津（今山西永济西）渡过黄河，绕至联军后方的渭水北岸，构筑营垒，站稳脚跟。直到曹军主力完成渡河，马超才察觉中计，急忙率军回防渭口，
今陕西华阴东，试图阻止曹军继续南下。此时曹操又抓住联军内部的矛盾，祭出离间计。他先派人邀请韩遂阵前对话，两人在阵前不谈军事，只聊年轻时在洛阳的旧情，谈笑风生近1个时辰。这一幕被阵后的马超看在眼里，本就对韩遂心存猜忌的他，疑心顿时加重。数日后，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，故意在关键语句处涂抹删改，制造出韩遂与曹操勾结，刻意修改书信掩盖内容的假象。马超见到书信后，疑心彻底爆发，与韩遂当众争吵，甚至拔剑相向，联军内部瞬间陷入混乱。曹操抓住这一良机，下令全军出击，曹军步兵、骑兵协同冲锋，本就人心涣散的关中联军瞬间土崩瓦解。马超、韩遂各自带着残部逃往凉州，关中地区从此纳入曹操的统治范围，为后续经略汉中打通了通道。平定关中后，汉中成为曹操的下一个目标。汉中地处秦岭以南，是连接关中与巴蜀的咽喉要地，若占据汉中，既能抵御蜀地势力北上，又能为日后进攻益州埋下伏笔。当时汉中由张鲁占据，张鲁虽在汉中实行仁政，深得民心，却缺乏扩张野心与军事能力。公元215年，曹操亲率10万大军征讨张鲁，张鲁本想直接投降，却遭到弟弟张卫的坚决反对。张卫认为汉中地势险要，尤其是阳平关（今陕西勉县西）易守难攻，只需据险坚守，便可拖垮曹军。于是张卫率领数万人马在阳平关构筑防御工事，曹军久攻不下，再加上粮草运输困难，士兵疲惫不堪，曹操一度萌生了撤军的想法。然而戏剧性的是，就在曹军前锋奉命撤退时，因夜间迷路误闯张卫的营寨，张卫的士兵以为曹军主力已经突破防线，顿时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张鲁见大势已去，最终选择投降。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夺取汉中。战后，曹操任命夏侯渊为征西将军，率重兵留守汉中，自己则返回邺城处理政务，看似稳固了对西南的控制。拿下汉中，稳固西南后，曹操的权势也攀升至东汉末年诸侯的顶峰。公元216年，汉献帝被迫册封曹操为魏王，赐予他1-3万户，位在诸侯王之上的特权，甚至允许他奏事不称臣，受诏不拜，使用天子规格的流冕、车服、旌旗与礼乐，交祀天地时也采用天子之礼。这些待遇早已超越人臣的界限。曹操虽名义上仍是汉朝丞相，实则已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。但即便如此，当部下劝他代汉称帝时，曹操却明确拒绝：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这句话看似是对汉室的尊重，实则是极其高明的政治算计。他深知此时称帝会彻底撕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合法外衣，让刘备、孙权获得讨伐篡汉逆贼的借口，也会激化内部拥汉势力的反抗。而保持魏王身份，既能以汉室名义继续号令天下，又能通过暗中构建魏国行政体系，逐步架空汉献帝与东汉朝廷，为后续政权过渡铺平道路。事实上，早在被册封为魏王之前，曹操便已开始为曹魏代汉铺路，核心便是打造一套独立于东汉朝廷的行政体系。他先是设立魏国尚书台，任命心腹谋士荀攸为魏国尚书令，让这套机构取代东汉尚书台，接管所有日常政务。接着创办魏国太学，
专门培养忠于曹氏集团的人才，为新政权储备后备力量，还将冀州10郡划为魏国专属封域，任命夏侯惇为大将军，曹仁为车骑将军，让宗族亲信牢牢掌控军事力量。这套体系与东汉朝廷看似双轨并行，实则掌握着所有实权。魏国官员的任免、律法的制定、赋税的征收，全由曹操自主决定，无需经过汉献帝批准。曹操的布局思路十分清晰，自己来完成打基础、架空汉室的工作，把称帝的虚名留给儿子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背负篡汉的千古骂名，又能为曹魏政权的建立铺平道路。这份务实与定力，远非同时代其他割据诸侯可比。然而，曹操的晚年并非毫无波澜。公元218年，太医令吉本、少府耿纪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，企图劫持汉献帝，诛杀曹操的亲信丞相长史王弼，推翻曹操的统治。虽然叛乱仅持续数日便被平定，但这一事件让曹操意识到，内部仍有部分人对挟天子不满，汉室的影响力尚未完全消失，也促使他对许都的拥汉势力展开更严厉的清算。更严峻的挑战来自蜀汉。刘备在夺取益州后，始终将汉中视为门户，必欲夺之。公元219年，刘备亲率大军进攻汉中，夏侯渊率军迎战，却在定军山之战中因轻敌冒进，被刘备麾下大将黄忠斩杀，曹军群龙无首，损失惨重。曹操得知消息后，亲率大军从长安驰援汉中，试图夺回失地。但此时刘备已占据定军山等险要地形，采取敛众拒险、中部交锋的策略，只守不攻。曹军则因蜀道艰难，粮草运输困难，士兵疲惫不堪，与蜀军相持数月仍无进展。最终，曹操不得不承认现实，下令撤军，汉中落入刘备手中。这是曹操自赤壁之战后又一次重大战略失利。为弥补汉中失守的损失，曹操采取了迁民实边的策略，将汉中数万户百姓迁往关中与洛阳附近，一方面避免人口被刘备利用，另一方面充实中原地区的劳动力，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。但这一举措也留下隐患，汉中人口锐减，导致当地经济凋敝，后续曹魏反攻汉时缺乏物资补给，而刘备占据汉中后，趁机进位汉中王，正是确立魏蜀对峙的格局，成为曹操晚年未能解决的战略遗留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前曹操夺取汉中后，谋士刘烨曾建议他趁刘备在益州立足未稳，顺势进军蜀地，但曹操以德陇不复望蜀为由拒绝，这一决策历来争议颇多。从谨慎角度看，当时曹军历经长途征战，已疲惫不堪，蜀道艰险更增加了进军难度。但从战略长远性看，放弃趁胜追击也给了刘备喘息之机，使其得以巩固益州，全力争夺汉中。而夏侯渊战死，曹操亲征魏国，本质上仍是后勤压力与地形劣势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蜀军依托险地打消耗战，曹军则因粮草不济难以持久，最终撤军实为无奈之举。德陇望蜀的犹豫，也成为后世评价曹操晚年战略保守的重要依据。随着曹操晋封魏王，权势达到顶峰，一个关乎曹魏政权未来的核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：立嗣。公元216年，曹操封王后，立嗣之争迅速白热化。长子曹昂早年在宛城之战中战死，三子曹彰以勇武见长，却无心政治。次子曹丕与四子曹植成为最主要的竞争者。
曹植凭借出众的文学才华、率真的性格以及丁仪等名士的鼎力支持，一度深得曹操喜爱。曹丕则更为沉稳务实，他一边依靠贾诩、吴质、陈群等谋士的精密谋划，一边矫情自恃，在曹操面前表现得谨慎恭顺，对待大臣谦逊有礼，逐渐赢得了朝堂多数官员的认可。这场争夺的转折点始于曹植一系列任性失举的行为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曹植性格任性而行，不自雕砺，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克制。公元217年，他私自打开皇宫外侧的司马门，按当时礼制，此门仅供天子车驾通行，可他却乘坐王室车马在进道上疾驰，这一行为严重违背礼法，让曹操震怒不已。到了公元219年，关羽围攻樊城，局势危急，曹操本想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，让他率军驰援襄樊，既解燃眉之急，也借此历练其军事能力。可没想到，曹植在受命前夜竟醉酒不醒，连领命出征都无法做到。这接连发生的事件让曹操逐渐清醒，曹植虽有才华，却缺乏政治远见与自我约束能力，若真将储位传给他，日后恐怕难以稳定政权。与此同时，贾诩的劝谏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当曹操就历嗣问题征询贾诩意见时，贾诩并未直接表态，而是以袁绍、刘表废长立幼，最终导致内乱为例作答。这句话精准击中了曹操的顾虑，他深知乱世之中，政权稳定高于一切。袁绍、刘表因废长立幼引发的内部分裂，正是他当年得以吞并河北、荆州的重要原因。最终，公元219年，曹操正式立曹丕为魏王世子，持续数年的历嗣之争就此落幕。这场争夺虽避免了曹魏集团因储位未定陷入分裂，却也埋下了隐患。曹丕继位后，对曹植及其支持者展开打压，丁仪兄弟被诛杀，曹植则被屡次袭封，郁郁不得志，成为曹魏政权内部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。历嗣之争尘埃落定，曹操悬着的一颗心刚稍稍放下，常年累积的疲惫与病痛却开始加速吞噬他的身体。一生南征北战留下的旧伤，日夜操劳政务的损耗，早已让他元气渐衰，而汉中失守的挫败更成了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他彻底心力交瘁。公元220年正月，曹操在洛阳病重，临终前留下了一份极具曹操风格的遗令。这份遗令没有帝王的豪言壮语，却处处体现着务实与通透。他明确要求，因天下仍未统一，葬礼不可遵循古制铺张，大臣与士兵须各司其职，不得因奔丧影响军政事务。入殓时只需穿日常衣物，不得陪葬金玉珍宝。这份遗令既是他对当时乱世局势的清醒判断，也恰好呼应了他一生节俭、不尚虚浮的习惯。除了军政安排，遗令中还有诸多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，展现了他铁血之外的温情。他特意叮嘱家人要善待身边的婢妾与妓人，为他们妥善安排居所和生计，让他们能安稳度日。还提到要将自己的衣物留给子女们共用，不必为了体面另行置办。这些细碎的叮嘱，既符合东汉士大夫重视身后仪节的传统，又与袁绍、刘表等诸侯借厚葬彰显权势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更重要的是，不陪葬金玉珍宝的要求成为曹魏薄葬制的开端。后来曹丕称帝后，也遵循这一传统，将自己的首阳陵修建得简朴无华，不封土，不树碑，彻底摒弃了秦汉以来的厚葬之风。公元220年正月23日，曹操在洛阳逝世，享年66岁。
这位搅动汉末风云的志士能臣，乱世奸雄，最终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。消息传出后，曹魏境内军民悲痛不已，即便是曾经与他为敌的孙权、刘备集团，也对这位乱世枭雄的离世感到震动。毕竟曹操的存在早已成为那个时代最核心的坐标之一。曹操死后，曹丕以魏王世子的身份继位魏王，随后迅速稳定政局，完成了曹操魏晋的代汉大业。同年10月，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，正式建立曹魏政权，定都洛阳，改元皇初。登基后，曹丕追尊曹操为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史称魏武帝。这位一生未称帝的政治家，最终以太祖武皇帝的身份被载入曹魏的帝系史册。他一手开创的基业，也成为三国时期最强大的势力，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历史走向。当我们回望曹操的一生，会发现他始终是汉末残破画卷上最矛盾的一笔。他的身上始终交织着传奇与争议，骂名与赞誉如影随形。即便跨越千年，世人对他的评价仍难有定论。站在传统儒家忠君伦理的立场上，他被斥为汉贼。虽未亲手终结汉室，却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谋，将汉献帝牢牢掌控在手中，用皇权的外衣包裹自己的霸业雄心，让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沦为傀儡。这无疑触碰了封建时代正统观念的红线，成为后世文人批判他的核心依据。可若置身于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的乱世语境中，他又被赞为英雄，使他以铁腕手段扫平北方群雄，结束了袁绍、吕布、公孙瓒等势力相互攻伐的乱局，让数百万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附着于土地，获得安居耕作的可能。这种争议的本质，从来不是好人与坏人的简单二分，而是道德理想与历史实效在乱世中的激烈碰撞。当旧秩序已然崩塌，是坚守名存实亡的忠君道义，还是以务实手段重建社会秩序？曹操选择了后者，也因此背负了千年的争议与讨论。但若抛开固化的道德标签，从历史进程的维度审视，曹操的价值早已超越权臣或枭雄的单一身份，成为推动汉末社会走出混乱的关键力量。在政治层面，他打破的不仅是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，更是东汉以来以名取士的虚伪风气。东汉末年，士族子弟仅凭门第声望便能身居高位，即便无才无德也能坐享其成，而真正有治国用兵之才者，却常因出身寒微被拒之门外。曹操3次发布求贤令，直言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，其各举所知，勿有所疑。这是对乱世需求的精准回应。当天下大乱，急需能平定战乱、恢复秩序的人才时，他选择以能力为核心选拔标准，让郭嘉、贾诩、张辽等出身各异的人才得以施展抱负。这种唯才是举的理念，不仅为曹魏政权聚集了当时最顶尖的智囊与武将，更撕开了士族垄断仕途的裂口，为后世科举制打破门第限制埋下了思想伏笔。其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革新意义，远超一时的政权需求。当然，曹操的唯才是举并非毫无边界的道德虚无，而是对东汉末年虚伪名教的矫枉过正。他麾下的人才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，既有郭嘉、戏志才等出身寒门的谋士，也有张辽、徐晃等从敌方阵营归降的武将，甚至有曾辱骂其先祖的陈琳，被主投诚的许攸。对待这些人才，曹操展现出用人不疑、疑人不用的魄力，
据魏书记载，他对投降的将领往往推心置腹，施以赤诚。张辽归降后，曹操直接任命其为中郎将，让他统领精锐部队。徐晃从杨凤帐下转投时，曹操不计前嫌，委以兵权，最终二人都成长为曹魏五子良将的核心成员。这些案例正是曹操用人艺术的最佳注脚。不过，这种唯才始终服务于他的霸业需求，对于才能平庸却空谈道德的名士，如孔融，多次以忠汉为名讥讽曹操政策，他缺乏耐心；对于威胁到权力核心的才俊，如杨修，因揣摩曹操心意，卷入立嗣之争，他则毫不手软。因此，唯才是举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人才工具，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。他打破了东汉氏族垄断的旧秩序，却又构建了以曹操为核心、效忠于曹氏集团的新秩序。这种魄与力的辩证，正是他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。在经济领域，屯田制的推行更凸显了他对乱世民生的深刻洞察。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，不仅导致人口锐减，更让大量土地荒芜，百姓无粮可食，军队也常因缺粮而溃散。曹操推行的屯田制，并非简单的垦荒种地，而是一套兼顾军事与民生的系统性制度。这不仅解决了曹军的粮荒问题，更让数百万流民从流离失所变为附着于土地的耕民，既稳定了社会秩序，又为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注入了活力。可以说，正是屯田制奠定的经济基础，让北方在战乱后迅速复苏，成为曹魏抗衡吴蜀乃至西晋统一全国的物质根基。而在文化领域，曹操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。他并非单纯的文学家，更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与引领者。作为诗人，他的作品褪去了汉赋的铺陈华丽，以建安风骨的苍凉与豪迈，道尽了乱世的苦难与英雄的壮志，观沧海中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的壮阔，是他平定乌桓后对天下格局的胸有成竹，龟虽寿终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的慷慨，是他年过半百仍未放弃统一大业的执着。短歌行中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忧思，藏着他对人才的渴求与对乱世的焦虑。这些诗句之所以能流传千年，正因他们不是文人的无病呻吟，而是一位乱世枭雄对时代、对人生的真实感悟。更重要的是，曹操以丞相之尊，为文人搭建了创作的舞台。他不仅自己提笔著诗，更鼓励身边的文人抒发胸臆。其子曹丕、曹植的文学才华自不必说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、陈琳等，也因他的包容与支持，得以在战乱中继续创作，留下《登楼赋》《饮马长城哭行》等名篇。建安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一，正是因为曹操让文学摆脱了宫廷附庸的地位，回归到对现实、对人性的关注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曹操的文学创作始终与他的政治、军事活动紧密相连。公元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，既是他向天下阐明心迹的政治宣言，也是一篇直抒胸臆的散文杰作。文中涉世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的直白，既彰显了权威，也流露了乱世中的无奈。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等诗作，则真实记录了征戍生活的艰辛。这些诗句不仅具有文学价值，更成为研究汉末军事生活的珍贵史料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大力倡导乐府诗创作，将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的诗体引入文人创作领域，开创了借古乐府写诗诗的传统，对唐代杜甫、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此外，
面对东汉末年图书典籍因战乱损毁的困境，曹操统一北方后，下令收罗天下遗书，置校书郎，整理编目，任命陈琳、王粲等文人负责典籍校勘，将《诗经》等儒家经典与兵法、方术类书籍分类抄录，保存于邺城藏书阁。这一举措不仅保护了先秦两汉的文化遗产，更培养了王审、刘绍等学术人才，为魏晋时期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。纵观曹操的一生，他从来不是完美的英雄，也不是纯粹的奸贼。他有屠徐州的残暴，也有焚尽通敌信件的宽容，有权谋算计的一面，也有求贤若渴的真诚，有对权力的渴望，更有对统一的执着。他的所有行为都深深烙印着乱世的印记。用权谋掌控皇权，是为了在群雄割据中占据主动；以铁腕平定叛乱，是为了结束战乱，稳定秩序，打破传统用人观念，是为了聚集力量实现统一。最终，他虽未完成统一天下的夙愿，但他所建立的曹魏政权，凭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综合优势，成为三国中最具潜力的一方。他推行的制度、倡导的理念，不仅塑造了三国时代的格局，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。千百年后，人们仍在为曹操的功过争论不休，但无论评价如何，他都是那个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破局者。当旧秩序分崩离析，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乱世寻找出路，为百姓谋求生机，为文明延续火种。或许这才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温文尔雅的君子，却是乱世中最合格的治世者。他的身上有太多矛盾与争议，可正是这些矛盾与争议，让他超越了简单的历史符号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远鲜活、永远值得探讨的人物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